第25章教堂。阿兹克自言自语的同时，下意识看了昆汀·科恩一眼，似乎想寻求提示，获得灵感。眼窝凹陷，眸子深蓝的科恩毫不犹豫的摇头道：“我没有一点印象。”好吧，也许只是词根相类。阿兹克放下左手，自嘲一笑。克莱恩对这样的结果略感失望，但还是忍不住补了一句：“导师，阿兹克先生，你们知道的，我对探索还原第4季的历史非常感兴趣。如果你们有想起什么，或者有得到另外的资料，能否写信给我？”没问题，因为今天的事情，头发银白的科恩资深副教授对克莱恩相当满意。阿兹克也跟着点了点头道：“你的地址还是之前那个？”“暂时是，不过马上要搬家了，到时候我会写信告诉你们。”克莱恩态度尊敬的回答。科恩资深副教授晃动了一下黑色手杖道：“确实应该换更好的环境了。”这时，克莱恩瞄了眼阿兹克手中的报纸，斟酌着说道：“导师阿兹克先生，关于韦尔奇和纳亚的事情，报纸上是怎么说的？”“我之前仅仅从负责调查的警察那里知道一点。”阿兹克正在回答，皱纹还不算多的科恩资深副教授却突然顺着黑色燕尾服上的金链拿出了一块怀表，啪嗒，他按开一看，往前点了下手杖。“会议要开始了，阿兹克，我们不能耽搁了，你把报纸给莫雷蒂吧。”“好的。”阿兹克将手中翻完的报纸递给了克莱恩。“我们得上楼了，记得写信。我和科恩的地址没变，依然是霍伊大学历史系办公室。”哈哈，他笑着转身，和科恩一块离开了房间。克莱恩脱帽行礼，目送2位先生离去，接着才告别这办公室的主人哈文·斯通，沿着走廊慢悠悠出了灰色3层小楼的大门。就着阳光，他提起手杖，展开报纸，看见抬头是停更晨报，停更各种各样的报纸和杂志真不少啊，什么晨报、晚报、老实人报、贝克兰德日报、塔索克报、家庭杂志、故事评论。克莱恩随便回想了一下，脑海内就浮现出7、8个名字，当然其中一部分不属于本地，来自基于蒸汽列车的分发。在工业化造纸和印刷愈加发达的今天，一份报纸的价钱已经降到了1便士，覆盖的人群也因此越来越广。克莱恩没仔细看其他内容，很快找到了位于新闻版的入室抢劫杀人案报道。据警察部门透露，韦尔奇先生的家里场景惨不忍睹，并且丢失了所有的黄金、珠宝和钞票，以及一切值钱的、便于拿走的物品，甚至连同便士都没有剩下。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伙残忍凶恶的歹徒，他们会毫不犹豫杀掉看见了他们长相的无辜者，比如韦尔奇先生，比如奈亚女士。这是对王国法律的践踏，这是对公众安全的挑衅。没有人希望遭遇类似的事情。当然，一个好消息是，警察部门已经锁定了凶手，抓到了主犯，我们将尽快给出后续报道。记者约翰·勃朗宁做了处理和演示啊。克莱恩行走于林荫道上，微不可见的点了点头。他随手翻动着报纸，边漫步边阅读起别的新闻和连载的故事。突然，他背后汗毛全部竖起，仿佛有一根根细针扎在那里。有人在注视我，打量我，监视我。一个个念头油然而生，克莱恩隐约有了明悟。在地球时，他也曾经感受到过无形的注视，最终发现了目光的来源，但从来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反应清晰，结论明确。原主记忆碎片里的相同事情也是这样。是穿越，还是那个奇怪的转运仪式让我的第6感变强了？克莱恩忍住寻找注视者的冲动，学着看过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慢慢顿下脚步，收起报纸，眺望向霍伊河。紧跟着，他以四下看风景的方式一点点侧头，继而自然转身，将周围的情况尽纳眼底。除了树木、草坪和远方路过的学生们，这里没有任何人。但是，克莱恩确定依然有谁在注视着自己。克莱恩心跳加快，血液随着激烈的扑通声一股股喷薄流动。他将报纸展开，半遮住脸庞，怕有人发现自己表情的不对。与此同时，他握紧了手杖，做好了拔枪的准备。1步、2步、3步，克莱恩缓慢前行，如同刚才。他被窥探、被打量的感觉依旧，但并未有什么危险突然爆发。身体略显僵硬的走完林荫道，他抵达了公共马车的等待点。幸运的发现，刚好有一辆驶来。佐特，不，
香槟街克莱恩连续否定了自身的想法。他最初打算直接回家，但又怕将那不知目的和好坏的窥探者引到公寓，接着想去佐特兰街向职业者或者说同事们求助，可又担心对方是在打草惊蛇，让自己主动暴露，所以只好随便挑了个地点。6便是收费员熟稔的回答。克莱恩今天没带金棒出门，将它们放在了习惯藏钱的地方，仅仅取走了2苏勒的纸币，而他之前来的时候也花费了同样的金钱，身上刚好还剩1苏勒6便士，于是将硬币全部掏出，给了收费员。上了马车，找到位置坐下，随着车门的关闭，克莱恩只觉那种被注视的不安感终于消失了。他缓缓吐气，只觉手脚都在轻微发颤。该怎么办？接下来该怎么办？克莱恩望着马车窗外，竭力思考着办法。在不明确窥探者目的的前提下，先是做恶意。一个个想法浮现，又被克莱恩一个个否决。从未经历过类似事情的他，足足用了好几分钟才找到思路。必须通知职业者，只有他们才能真正解决掉麻烦，但又不能这样直接过去，那会暴露的。也许这正是对方的目的。顺着这个思路，克莱恩粗糙地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方案，想法逐渐清晰。呼，他吐出浊气，恢复了基本的平静，认真看起窗外飞快后掠的景色，直到马车抵达香槟街，意外都没有发生。但克莱恩推门下车后，立刻又有了那种被盯着被注视的不安感。他假装什么都没察觉，拿上报纸，提着手杖慢悠悠往佐特兰街方向走去。不过他并没有进入那条街，而是绕到了背面的红月亮街。那里有一个漂亮的白色广场，以及一栋尖顶的大教堂——圣塞琳娜教堂，黑夜女神教会在廷根的总部。作为一名信徒，在休息日过来参与弥撒，进行祈祷是没有一点奇怪的事情。这座大教堂有着明显的类地球哥特风格，整体呈黑色，正立面是高高的斑驳的钟塔，它位于红蓝格子窗之间的巨大中心伏壁之上，插入了云霄。克莱恩步入教堂，沿着过道走向大祈祷厅，一路之上，镶嵌着蓝色和红色细碎花纹的狭小高窗透进一缕缕被染上了颜色的光芒，蓝的近黑，红的似月，将四周衬托得异常幽暗。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又消失了，克莱恩神情如常，不见喜悦，一步步来到了敞开的大祈祷厅外。这里没有高窗，幽深的黑暗成为了主角，但在拱形圣台后面，大门正对而入的墙壁之上，10几20个拳头大小的圆孔贯通往外，让灿烂的纯粹的太阳辉芒照入进来，凝缩而光明。这就像黑夜里的行人陡然抬头，看见了星空，看见了一枚枚璀璨，那是如此的崇高，如此的纯净，如此的神圣。哪怕一直认为神灵可以被研究被了解，克莱恩也忍不住低下了头。主教低沉温和的布道声里，他安静地行走于分隔左右座位的过道上，找了个无人且靠近通路的位置，缓缓坐了下来，将手杖靠于前方椅背后。克莱恩取下礼帽和报纸一起搁于大腿之上，然后双手交握，抵住垂下的额头。整个过程他做得缓慢而有序，就像真的来做祈祷一样。克莱恩闭上了眼睛，于黑暗的视线里安静倾听着主教的声音。他们赤身裸体，无衣无食，在寒冷中毫无遮掩。他们被大雨淋湿，因为没有躲避之处，就紧抱磐石。他们是孩子被夺走的母亲，他们是失去了希望的孤儿，他们是被逼离开了正道的穷人。黑夜没有放弃他们，给予了他们眷顾。主一回音叠加，声声入耳。克莱恩眼前一片黑暗，心灵如被清洗。他冷静体会着这些，直到主教完成了布道，结束了弥撒仪式。主教打开了旁边告解室的门，一位位先生，一位位女士排起了队。克莱恩睁开眼睛，戴上礼帽，拿起手杖和报纸，跟随起身，有序排队。过了20多分钟，终于轮到了他，迈步而入，反手关门。克莱恩眼前再次幽暗。孩子，你想说些什么？主教的声音从木条制成的挡板后传来。克莱恩从口袋里拿出那枚特殊行动部第7小组的徽章，从缝隙处递给了主教。有人在跟踪我，我想找邓恩。史密斯仿佛被幽暗熏染，他的语气也变得轻柔。主教接过徽章，沉默几秒后道：告解室的门口向右到底，旁边有一扇暗门，进去后有人引入说话间，他拉动房间内一条绳索，让某位牧师听到了铃铛摇动的声音。
克莱恩拿回徽章，脱下礼帽，按于胸前，微微鞠了一躬，然后转过身体，推门而出。确认被注视的感觉没再出现后，他重新戴好黑色半高礼帽，脸上没有一点多余表情的提着手杖，拐向右边，一直走到了拱形圣台旁。在侧面对准的墙上，他找到了暗门，无声打开，闪了进去。暗门静静关闭，一位穿黑色牧师长袍的中年男子出现于煤气灯光芒照耀之中，出现于克莱恩眼底。什么事情？这位中年牧师简短问道。克莱恩出示徽章，重复了刚才对主教说的话语。中年牧师不再多问，转过身体，沉默前行。克莱恩点了点头，扶了下礼帽，拿着黑色手杖，安静跟在对方后面。罗珊说过，前往查尼斯门的十字路口往左是圣塞琳娜教堂。注一，改编自旧约乔布记第24章。第26章练习。哒哒哒，脚步声回荡在幽暗的狭窄走廊内，于一片安静里远远传开，再无杂音。克莱恩腰背挺直，不快不慢地跟着中年牧师前行，不发问，不闲聊，沉然如同无风的湖水。穿过守卫严密的通道，中年牧师用钥匙打开了一扇密门，指着向下的石质阶梯道：十字路向左是查尼斯门，愿女神庇佑你。克莱恩在胸前点了4下，勾勒出绯红之月的形状。世俗用世俗的礼节，宗教用宗教的仪轨。赞美女神。中年牧师回以同样的动作。克莱恩不再多言，顺着石质阶梯，借助两侧墙壁上镶嵌的典雅煤气灯，一步步向黑暗深处行去。走到一半，他下意识回头，只见那位中年牧师依旧站在门口，站在阶梯的顶端，站在煤气灯光芒的阴影里，仿佛一尊不会动弹的蜡像。克莱恩收回视线，继续下行。没过多久，他触及了铺着冰冷石板的地面，一直来到十字路口。他没转去查尼斯门方向，因为刚轮值过的邓恩·史密斯肯定不会在那里。循着右侧熟悉的道路，克莱恩重新登上另一处阶梯，出现于黑金级安保公司内部。眼见房门或紧闭或半掩，他没鲁莽寻找，而是进入接待厅，看见笑容甜美的棕发女孩正专心致志阅读一本杂志。嗨，罗珊。克莱恩来到侧面，故意轻敲了下桌子。哐当，罗珊豁然站起，撞翻了椅子，忙乱说道：嗨，今天天气不错，你，克莱恩，你怎么来了？他以手抚胸，喘了2口气，就像害怕被父亲逮到偷懒的小姑娘。我有事情找队长。克莱恩简短回答。吓死我了，我还以为队长出来了。罗珊瞪了克莱恩一眼，都不知道敲门。哼，你该庆幸我是一位宽厚的、仁慈的女士。我更喜欢姑娘这个单词。你找队长有什么事？他在奥利安娜太太对面那个房间，即使精神颇为紧绷，克莱恩也被罗珊逗得露出了笑容，沉吟了一下道：秘密。罗珊眼睛圆睁，不敢相信的同时，克莱恩微微鞠躬，快速告辞。他重新通过接待室的隔断门，敲响了右手第一间办公室的门。请进。邓恩·史密斯低沉温和的嗓音响起。克莱恩推门而入，反手合拢，脱帽行礼道：上午好，队长先生。上午好，有什么事情吗？邓恩的黑风衣和帽子正挂在旁边的衣帽架上，露出来的身体只穿了白色衬衣和黑色马甲，哪怕发际线偏高，灰色眼眸幽深，也显得清爽了不少。有人在跟踪我。克莱恩如实回答，没做多余的修饰。邓恩往后一靠，双手交握了起来，深邃灰眸静静看向克莱恩的眼睛。他没接跟踪话题，反而问道：你从教堂过来的？是的，克莱恩肯定回答。邓恩微微点头，没说好与坏，转回正题道：可能是韦尔奇的父亲不相信我们通报的死因，从丰城请了私家侦探过来调查。兼海郡的康斯顿市又称丰城，是煤钢产业极度发达的地区，在鲁恩王国所有的城市里能排进前3。不等克莱恩发表意见，邓恩继续说道：也可能来自那本笔记的源头呵，我们正在查韦尔奇从哪里得到的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当然无法排除其他追寻这本笔记的个人或者组织。我该怎么做？克莱恩沉声问道。毫无疑问，他希望是第一个原因。邓恩没立刻回答，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灰眸不见一丝涟漪道：按照之前的道路返回，然后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任何？克莱恩反问了一句。任何。邓恩肯定点头。当然不要吓跑对方，也不要违背法律。好的。克莱恩吸了口气，告辞转身，
离开房间，重新回到地下层。他于十字路口左转，沐浴着两侧间隔的煤气灯光芒，安静行走在空旷无人、昏暗冰冷的通道内。哒哒回音叠加，愈显孤寂，愈增恐惧。很快，克莱恩靠近阶梯，一步步往上，看见了那位站在阴影里、站在门口的中年牧师。两者相见，都没有开口。中年牧师沉默转身，让开了道路。一路无声前行，克莱恩回到了大祈祷厅。拱形圣台后，一个个圆孔的光明纯净依旧，房间内的幽暗宁静依旧，告解室外排队的先生和女士们依旧，只是变少了很多。等待了一阵，克莱恩拿着手杖和报纸，像是什么事情都未发生过一样，缓步离开了大祈祷厅，离开了圣塞琳娜教堂。刚一出去，看见烈阳，他顿时又有了熟悉的被注视感，只觉自己就像被老鹰盯住的猎物。豁然之间，一个疑点浮现于了他的脑海：窥视者之前为什么不跟着我进教堂？虽然那样一来，我依旧能借助幽暗的环境和牧师的帮忙瞒过他短暂消失，但他假装祈祷，跟随监控很难吗？没做什么坏事，光明正大进去有什么问题吗？除非他有黑历史，害怕着教会，畏惧着主教，知道对方或许有非凡的能力。这么看来，私家侦探这个可能性就很低很低了。呼，克莱恩吐了口气，不再像之前那么紧绷，悠闲迈步绕到了背面的佐特兰街。他停在了一栋风格古老、墙壁斑驳的建筑前方，这里的门牌号是3，名称是佐特兰射击俱乐部。警察部门的地下靶场有开放给公众一部分，以赚取额外的经费。克莱恩刚进入里面，被窥视的感觉立刻消失。他抓住机会，将特别行动部的徽章给了负责接待的服务生。稍作验证，他被引入地下，来到一块密闭的小靶场。史密把克莱恩简单对服务生交代了一句后，从腋下枪袋内取出左轮，从衣物兜里拿出了那盒黄铜色泽的子弹。突然被人盯上，让他对自保之力的渴望战胜了拖延症，于是迫不及待地过来练习枪法。啪！在服务生离开后，他甩出转轮，将银色的猎魔子弹一一退出，接着拈起黄铜色泽的正常子弹，一发发塞入弹巢。这一次，他没再留预防物激发的空位，也没有脱掉正装外套，摘下半高礼帽，要以最平常的打扮进行练习，毕竟不可能再遇到敌人，遇到危险后喊声请停一下，容我先换套轻便的衣物。啪嗒，克莱恩合拢转轮，用拇指划转了一下。突然，他双手握枪，猛地笔直抬起，对准了10米外的靶子。但他没急着射击，而是认真回想了一遍军训的拖靶经历和3点一线、开枪有后坐力等常识。哗啦哗啦，衣物扯动之声里，克莱恩一遍又一遍练习着瞄准，练习着持握姿势，认真的像是个正在高考的孩子。反复多次之后，他退至靠墙的地方，坐到软乎乎的长条凳上，将左轮放到一边，自我按摩起手臂，休息了好一阵子。花几分钟回想了刚才，克莱恩重新拿起木质握把，同色转轮的手枪，来到射击位，做出标准的姿势，扣动了扳机。砰！他手臂抖了一下，身体略有后仰，子弹偏离了靶子。砰砰砰！吸取了经验的他一枪一枪射击，于实践里摸索着感觉，直到6枚子弹全部射完。开始上靶了。克莱恩重新退后坐下，喘了2口气。啪！他甩出转轮，让那6个弹壳当当落地，然后又表情不变的继续将剩余的黄铜色泽子弹一枚枚塞入。活动放松了下手臂，克莱恩再次站起，边总结边归于射击位。砰砰砰！枪声回荡，靶子摇动，克莱恩一次次练习，一次次休息，将领取的30发正常子弹和之前剩下的5发全部打光，逐渐稳定上靶，开始追求环数。甩了甩酸痛的胳膊，他将最后5个弹壳导出，低下脑袋，把有复杂花纹的银色猎魔子弹一枚又一枚塞入，并预留了物击发位。左轮归入腋下枪袋后，克莱恩拍了拍身上的硝烟尘埃，带着一身的轻松，走出了专用靶场，回到了街上。被打量的感觉又一次浮现，克莱恩的心情却比之前更加平静。他缓步至香槟街，花费4便士乘坐有轨公共马车返回了铁十字街，进入了自家所住的公寓。窥探感无声无息不见，他掏出钥匙，打开房门，看见一位接近30、身穿亚麻衬衣、
留着很短头发的男子坐在书桌前，心头一紧，旋即放松。克莱恩微笑招呼道：上午好，不，中午好。班森这位男子正是他和梅丽莎的兄长，班森·莫雷蒂，今年才25岁，因发际线后退，面容老相，看起来都快30了。他黑发褐瞳，与克莱恩有几分相像，但没那种淡淡的书卷气。中午好，克莱恩，面试怎么样？班森站了起来，嘴角流露出微笑。他的黑色外套和半高礼帽都挂在高低床的突出处，非常差。克莱恩没有表情的回答道。眼见班森愣住，克莱恩轻笑补充：事实上，我根本没参加面试，我提前找到了工作，周薪3磅。他将之前对梅丽莎说过的话语又重复了一遍。班森神情缓和下来，摇头笑道，有种看见孩子长大的感觉。这份工作还不错。他叹了口气道。奔波回来就听见这么一个好消息，真是不错，今晚我们得庆祝一下，买些牛肉。克莱恩笑道，好的，但我想梅丽莎会心疼的。下午我们一起去购买食材，带上至少3苏勒。老实说，1磅换20苏勒，1苏勒换12便士，还有半便士，1/4便士，这样的币制简直违背直觉，非常麻烦。我想它一定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币制之一。说完，他看见班森的表情一下变得严肃，顿时有点忐忑，怀疑自己是否说错话了。难道原主缺失的记忆碎片里，班森是纯粹的、极端的王国拥护者，容不得别人一点否定？班森踱了几步，一脸严肃的反驳道：不，没有之一，没有之一。克莱恩愣了愣，很快反应过来，与哥哥相视而笑。果然是班森擅长的嘲讽式幽默。班森嘴角上翘，一本正经的补充道：你应该明白，要制定一个合理又简单的币制，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懂得数数，掌握了十进制。可惜在那些大人物里面，这样的人才太稀少了。第27章兄妹3人的晚餐，简直犀利。克莱恩笑出了声，用前世丰富的经验配合着又黑了一句。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些大人物有脑子存在。好，非常好。班森哈哈大笑，竖起了拇指。克莱恩，你比以前幽默多了。缓了口气，他继续说道：我下午还得到码头，明天才能休息，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廷根市改善住房公司，看他们那里有没有便宜又不错的联排房屋出租。还有，先得拜访弗兰奇先生，房东先生。克莱恩疑惑反问：难道现在的房东名下有街区位置不错的联排房屋？班森瞥了弟弟一眼，好笑说道：你不会忘记我们有1年的租房合约吧？这才过去6个月，克莱恩顿时倒吸了口凉气，自己还真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虽然房租是1周一交，但租期长达1年，现在搬家等于违约，要是被告上法庭，得赔一大笔钱。你还是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啊。班森摸了摸自己退后的黑色发际线，感慨了一句，这还是我当初努力争取到的条款，要不然弗兰奇先生只愿意3个月一签。对有钱阶层来说，房东们是直接租1年、2年，甚至3年，以求稳定。但于之前的我们和周围邻居而言，房东们就随时会担心有人出现意外，交不起租金，只希望是短期合同。这样一来，他们还能经常是情况涨价。克莱恩结合原主的记忆碎片和本身的租房经历补充道。班森叹了口气道：这就是如今社会的真实和残忍。好了，你不用担心，合约的事情很好解决。坦白的讲，只要我们拖欠1周租金，弗兰奇先生就会立刻将我们丢出去，并扣下值钱的物品。毕竟他的智商还不如卷毛狒狒，没办法分辨太复杂的事情。听到这句话，克莱恩忽地想起了某汉弗莱爵士的梗，认真摇头道：不，班森，你错了。为什么？班森满脸疑惑。弗兰奇先生的智商还是要比卷毛狒狒高一点的。克莱恩严肃回答。就在班森露出心领神会的微笑时，他又补了一句：如果他状态良好的话，哈哈。班森一下没控制住反应，大笑一阵。他指了指克莱恩，一时竟找不到好的表述，只得转回正题。当然，作为绅士，我们是不会采用那种无耻办法的。我们明天直接去和弗兰奇先生沟通，相信我，他很容易被说服的，很容易。对于这点，克莱恩毫不怀疑。煤气管道的存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兄弟俩闲聊了一阵，将昨晚剩下的少量香煎肉鱼放入了蔬菜乱炖汤中，并于煮热的过程里用蒸汽湿软了黑麦面包，涂抹了点奶油在面包上。克莱恩和班森简单的对付了一顿。
但他们依然吃得相当满足，毕竟奶香和甜味让人回味无穷。等到班森出门，克莱恩也拿上3苏勒纸币和零散的铜便士，前往莴苣与肉类市场，花费6便士买了1磅牛肉，7便士买了一大条肉质鲜嫩而少刺的塔索克鱼，另外还有土豆、豌豆、白萝卜、大黄、莴苣、五锦等食材和迷迭香、罗勒、孜然、油类等事物。这个过程里，他依旧能感受到有人在窥探、注视自己，但还是未出现实质的接触。在4邻面包房耽搁了一阵，克莱恩回到家里，开始用重物，比如叠放的书本等锻炼臂力。他本来想打军体拳强身，但现在已经连广播操动作都忘记了。何况这种军训才接触的东西，不得已只好尽量简单。克莱恩没让自己锻炼得太累，因为那样反而会疲惫，会增加危险。他适时停了下来，翻看阅读起源主的教材和笔记，希望能把第4季相关的知识重新过一遍。傍晚时分，班森和梅丽莎坐在书桌前，看着摆好的食物，端正的就像初等学校高年级的孩子。各种混杂的香味谱写成了浓郁的食物序曲，那是煮牛肉弥漫的勾魂，那是土豆泥明显而持久的刺激，那是豌豆浓汤甜腻的纠缠，那是炖大黄微妙而中正的调和，那是黑麦面包上奶油清甜的环绕。班森吞了口唾沫，回头看向将一条翠黄泛光的鱼加入盘中的克莱恩，只觉那油炸的香味从鼻端钻入了喉咙，钻入了食道，钻入了胃部。咕噜，他的肚子发出了明显的响声。克莱恩反卷衬衣袖口，端着炸鱼盘子，将它放到了收拾好的书桌中央，接着反身从橱柜里拿出2大杯姜皮，分别摆在了班森和自己对应的位置上。他对梅丽莎笑了笑，变戏法般拿出了一个柠檬布丁。我们有啤酒，你有这个。谢谢。梅丽莎接过柠檬布丁，微弱说了一声。班森见状，端起杯子微笑开口，来庆祝克莱恩找到不错的工作。克莱恩端起杯子，和班森碰了碰，和梅丽莎的柠檬布丁碰了碰，赞美女神。咕噜，他仰头喝了一口，辛辣的味道燃过食道，带来回味的美妙。姜皮全称是姜汁啤酒，但实际上不含任何酒精成分，用姜汁的辣和柠檬的酸混合出类似啤酒的口感，属于妇女儿童也能接受的饮料，只是梅丽莎不太喜欢这种味道。赞美女神。班森跟着喝了一口，梅丽莎则小小咬了一点柠檬布丁，反复咀嚼，舍不得吞下。试一试。克莱恩放下杯子，拿起叉勺，指着满桌的食物道：这里面他对豌豆浓汤最没有自信，毕竟在地球上根本不会吃这么奇怪的东西，只能根据原主的记忆碎片进行再创作。班森作为兄长，没有客气，挖了一勺土豆泥塞入口中，炖到极限，压到很烂的土豆滋味混杂着淡淡的猪油味和恰到好处的盐味，让他唾沫疯狂分泌，胃口大开。不错，不错。班森含糊赞道，比我上次在公司吃到的那种美味多了。那时候放的是奶油，这可算是我的拿手菜了。克莱恩坦然接受了赞美。多亏维尔奇家的厨师先生教导，梅丽莎则看向了那份牛肉汤，绿色的罗勒叶子，青色的莴苣头和白色的萝卜块沉浸于无色汤水里，掩藏着炖软的牛肉，颜色清新，香味勾人。他插了一块牛肉放入嘴中咀嚼，只觉软烂之中还残留着嚼劲，些许盐味和萝卜的淡甜，罗勒的馨香共同刺激出了牛肉本身的美味。他仿佛在赞美着什么，但却停住了嘴。克莱恩尝了尝，觉得好吃之余不无遗憾，这和自己最佳水准还是差了火候。毕竟一些调料没有，只能用别的代替，难免奇怪。当然，即使最佳水准，自己做的饭菜也只是凑合。突然之间，他又心疼起没见过世面的班森和梅丽莎。吞下口中的牛肉，克莱恩又夹了块撒有孜然和迷迭香的油炸塔索克鱼，它外脆里嫩，焦黄可口，那咸香与油味交织成了一片。微微点头，克莱恩又试了块炖大黄，觉得也就还好，能解肉食的腻味。最后，他鼓起勇气舀了一勺豌豆浓汤，太甜，太酸，克莱恩不由皱起了眉头。可他看到班森和梅丽莎尝过之后满足的样子，又有点怀疑起自己的味觉，忍不住灌了口姜皮，清洗舌头。这一顿，兄妹3人都吃得肚子鼓胀，好半天都无法从椅子上起来。让我们再次赞美女神。
班森端起仅余一口的姜皮，满足说道：“赞美女神。”克莱恩一口喝干了最后的酒水。赞美女神梅丽莎则将一直忍到最后的少许柠檬布丁放入口腔，来回品味。克莱恩见状，借着微醺的酒意笑道：“梅丽莎，你这样不好，最好吃最喜欢的食物得一开始就吃，那样才能见识到它最美味的一面。等到你吃饱了，食欲下降了，再去品尝，味道会打折扣的。不，它还是同样的好吃。”梅丽莎坚定而倔强的回答。兄妹三人说说笑笑，消化了一阵，然后共同收拾盘子、叉勺，将炸过鱼的油重新倒了回去。忙碌之后，他们一个复习课程，一个自修会计的知识，一个继续翻阅教材和笔记，过得充实而满足。11点钟，克莱恩三兄妹熄灭煤气灯，分别洗漱睡下。眼前幽幽暗暗，感觉浑浑噩噩。克莱恩视线内忽然出现了身穿黑色及膝风衣、戴半高礼帽的邓恩·史密斯队长。克莱恩一下清醒了过来，并明确的知道自己处在梦中。邓恩灰色的眼眸没有波澜，仿佛在说一件小事般道：“有人潜进了你的房间，拿起你的左轮，将他逼到走廊上，之后就交给我们。有人潜入我房间，监视者终于出手了。”克莱恩吓了一跳，没敢多问，只是点头道：“好的。”他眼前场景当即变化，色彩纷乱呈现，如同泡沫般一个个破碎。眼睛睁开，克莱恩小心侧头看向窗边，只见一道瘦削而陌生的背影正站在书桌前，无声翻找着什么。第28章密修会。扑通扑通扑通，克莱恩的心脏突然开始剧烈跳动，他收缩成一团，又猛地鼓胀，让身体也跟着轻微颤抖起来。有那么一瞬间，他几乎忘记了自己要做什么，该做什么，直到那潜入者的身影忽有停顿。微侧耳朵仿佛听见了什么变化，血液从脑部回落，克莱恩恢复了基本的思考能力，将手摸向了枕头底下，握住了那把左轮的木质枪柄。坚硬而光滑的触感传来，他的情绪迅速稳定，动作舒缓而无声的将手枪抽出，对准了潜入者的头部。老实说，他对自己能否击中对方毫无把握，虽然之前已能稳定上把，但活动的人和固定的把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他还没自大到混淆两者的程度。不过他依稀记得上辈子的一句话，大概意思是核弹最大的威力只存在于它发射之前。在这个时候这个环境下，道理是相同的，最好的威慑在子弹射出之前，不勾动扳机，不盲目激发，对方就不会确定自己是菜鸟，极大可能打不中他。他会担心，他会畏惧，他会考虑很多，以至于自己给自己加上束缚。刹那之间，一个又一个想法浮现了出来，让克莱恩立刻有了决断。他并非越危急越冷静的那种人，而是早就预想过遭遇监视者的场景，预想过以恐吓非攻击为主。大吃货国有句成语是有备无患。当克莱恩的枪口对准潜入者时，那位瘦削的男子豁然僵住，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紧接着他听见了一道含着轻笑的声音：“这位先生，晚上好。”瘦削男子的双手悄然握住，身体似有紧绷。克莱恩坐在高低床下铺，用枪瞄着他的头部，语气尽量悠闲而自然道：“请您举起双手，转过身体，尽量慢一点。坦白的讲，我是个胆小的、容易紧张的人。如果您速度太快，我会被吓到的，不敢保证不出现误击发的情况。”对，就是这样。瘦削男子双手半举于脑袋旁边，一点点转过了身体。率先映入克莱恩眼眸的是扣子整齐的黑色紧身衣，然后才是两条浓密锋锐的棕黄眉毛。克莱恩从他蔚蓝的眼睛里看不出害怕，反倒有种被凶恶野兽盯住的感觉，似乎自己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对方猛扑过来，撕成碎片。他握住枪把的手紧了紧，竭力让自身的表情从容而淡然，直到那位瘦削男子完全正对自身，他才扬了扬下巴，指向门口，轻柔温和的说道：“先生，我们出去谈吧，不要打扰到别人的美梦。动作慢一点，脚步轻一些，这是一位绅士最基本的礼貌。”瘦削男子冷酷的眸子转动，扫了克莱恩一眼，依旧半举双手，一步一步走向了门口。在左轮的瞄准下，他拧动把手，缓慢开门。就在房门半开之时，他忽地下蹲，向前翻滚，而大门像是被狂风拉动，哐当一声，重新合拢。
上铺的班森被这巨大的动静惊到迷迷糊糊，即将醒来。这时，有悠扬而宁静的旋律从外面传入，一道低沉而舒缓的嗓音吟唱道：啊，恐惧的威胁，绯红的希冀，起码一事是真，此生非是；一事是真啊，其余皆谎。花开一度后将与世长辞。注意，这诗歌似乎具有让人放松和安定的力量。上铺的班森和里间的梅丽莎等人迷迷糊糊又睡了过去。克莱恩身心皆是宁静，险些打了个哈欠。刚才那位瘦削男子摆脱的动作是如此敏捷，他竟来不及反应。望着合拢的大门，他微微一笑，自言自语道：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这发其实是空弹防备物激发的空弹。接下来，克莱恩倾听着午夜的诗篇，耐心等待起外面的战斗结束。不过1分钟，那安宁如同月光湖面的旋律停止，黑夜又恢复了最深沉的寂静。克莱恩无声滑动转轮，将空位移开，等待着结果的呈现。这一等就是10分钟。就在他忐忑不安，犹豫着要不要出去查探时，门口终于传来了邓恩·史密斯那沉稳温和的声音：解决了呼。克莱恩吐了口气，提好左轮，拿上钥匙，赤着双脚，小心翼翼地靠近门口，无声无息地开门而出。看见黑色风衣及膝、半高礼帽安然、灰色眼眸幽深的邓恩·史密斯站在对面，反手关门。他跟着邓恩来到走廊尽头，站立于微弱的绯红月光里，浪费了些时间进入他的梦里。邓恩望着窗外那轮红月，语气平静地说道：知道他的来历了。克莱恩放松了不少。邓恩微微点头道：一个叫做密修会的古老组织，他们建立于第4纪，和所罗门帝国和当时部分堕落贵族有关。呵，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正是来源于他们，因为一位成员的疏忽，才进入谷物市场，被韦尔奇得到。他们不得不派人到处追寻。不等克莱恩发问，他停了下，又道：我们会根据线索反向抓捕他们的部分成员，不一定会有太好的结果。这些家伙就像下水道里的老鼠一样精于躲藏，但至少他们会因此明白，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很可能已经被我们得到，或者说掌握了关键线索。那样一来，只要不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物品，他们都会彻底放弃这个行动。这是他们的生存哲学。如果笔记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呢？克莱恩担忧问道。邓恩笑笑没回答，反而说道：对于密修会我们知道的很少，这次能获得成功，多亏了你的机灵，这是属于你的一份功劳。在考虑到可能的潜藏的危险以及灵感提高后对寻找笔记的帮助，你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克莱恩隐约猜到了什么，呼吸都下意识变重。邓恩收敛笑容，表情庄重而严肃道：你希望成为一位非凡者吗？只能从不完整序列里挑选起始的非凡者。当然，你也可以放弃这次机会，选择积攒功劳，等到它足以让你成为不眠者，也就是女神亲赐的黑夜守卫的最初教会掌握的完整序列的起始。果然，克莱恩心头一喜，暂时未出现犹豫的情绪，主动问道：那我能从哪些序列9分里面挑选？总得有详细的情报，才能确定是放弃还是接受，以及具体选择哪个。邓恩转过身体，披着洒落的绯红轻纱，看着克莱恩的双眼，缓缓说道：除了不眠者教会，还有3种序列9分的魔药配方，一种叫窥秘人，也就是老尼尔掌握的能力。呵，罗珊应该对你提起过，他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克莱恩尴尬一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幸好邓恩并未在意，继续说道：我们的窥秘人魔药配方和不连接的部分后续是从摩斯苦修会得到的，那时候他们据说还没有堕落，还坚持着道德和戒律，坚持着对知识的追求，并严格守密。凡是入会者在成为窥秘人后，都要禁语5年，学会静默，以便修行和提高专注。为所欲为，但勿伤害，这句窥秘人格言就是从他们那里传出来的。窥秘人在魔法、巫术、占星术等神秘知识上有着全面但初步的了解与掌握，懂得不少仪式魔法，但很容易感知到隐藏于事物背后的某些存在，必须小心翼翼，对非凡力量充满敬畏。我们缺乏这个序列的大部分，以至于零散串不成链条，比如他的序列8。当然，或许圣堂有，这几乎符合我一切的要求。克莱恩微微点头，有选择的冲动。还好，他还记得别的东西。另外2种呢？第2种叫收尸人，南大陆那帮崇拜死神的邪教徒有不少人选择它，服用这种魔药后会被无智慧的亡灵误认为同类而免遭袭击。能忍耐寒冷，
腐烂和死亡气息的侵蚀，能直接看见部分恶灵，了解诸多不死生物的特点和弱点，以及获得一些身体素质上的提高。我们拥有他后续的序列8和序列7，呵呵，他的序列7你应该能猜到，通灵者。这是戴笠当初的选择，邓恩颇为详细的描述道。通灵者看起来确实又神秘又酷炫，然而我最想要的是对神秘学知识的掌握。克莱恩没有插言，静静听着。邓恩，史密斯侧头望了眼绯红月光道，第3种我们只有序列9，圣堂有没有藏着别的，我就不清楚了，他叫做占卜家。占卜家。克莱恩瞳孔微缩，想到了罗塞尔大帝在日记里留下的遗憾，他后悔当初没在学徒、偷盗者和占卜家之中选择。注一，改编自爱德华·菲兹杰拉德英译的《鲁拜集》，第29章职业和住房都是严肃的事情。克莱恩努力不让自己有异常表现，抱着货真价实的好奇心态问道：占卜家有什么能力？你的问题不够准确，应该是服用了占卜家魔药会获得什么能力。邓恩·史密斯摇头一笑，灰眸与面孔都背对着红月，藏在了阴影里。占星术、卡牌占卜、灵摆、灵视以及类似的很多东西。当然，不是说你服下魔药就立刻了解并掌握了它们，魔药只是让你具备学习这些的资格和能力，因为缺乏直接的对敌手段。你应该能够想象到，一式魔法需要太多的准备，根本不适合遭遇战，所以相应的，在神秘学知识上，占卜家会比窥秘人更博学、更专业，听起来也挺符合我要求的，就是缺乏直接对敌手段，有些让人犹豫啊。而且黑夜女神教会大概率没有之后的序列，圣堂应该是指教会总部宁静教堂，低序列的直接对敌手段未必比得上的枪械。克莱恩陷入沉默，脑海内的天平左右摇摆。12窥秘人，12占卜家，至于收拾人，他已经不做考虑。邓恩·史密斯见状笑了笑道，不要急着选择，周一上午告诉我答案，不管你想选择哪个，或是打算直接放弃，在我们职业者内部都不会有额外的看法。平静一下，询问自己的心灵。说完，他摘下帽子，微微鞠躬，缓步越过克莱恩，走向了楼梯口。克莱恩没有说话，没有立刻给予答案，沉默着行礼，沉默着目送。虽然他之前时时刻刻都在希冀着成为非凡者，但当机会真的降临在面前，还是充满了犹豫。之后序列的缺少，非凡者的种种失控，罗塞尔大帝日记的可信度，让人疯狂引人堕落的虚幻耳语，一起混杂成了阻碍前行的沼泽。他深深吸了口气，又缓慢吐出，堪比不好也不坏的学生高考填志愿了。克莱恩自嘲一笑，收敛住发散的思维，小声开门，回到家里，躺于床上。他躺在那里，睁着眼睛，静静看着沾染了淡淡绯红的上铺床底。窗外醉汉踉跄路过，远处有辆马车在空旷的街道上飞快行驶。这种种杂音没有破坏掉夜的宁静，反倒使它更加悠远，更加深沉。克莱恩的情绪沉淀了下来，想起了地球上的种种往事，想起了喜欢锻炼身体、说话总是大嗓门的父亲，想起了有慢性疾病却喜欢为自己忙东忙西的母亲，想起了从小一块长大，从一起踢足球、打篮球进化到战游戏、搓麻将的死党们，想起了那位已模糊了长相的告白失败对象。这些就像沉静流淌的河水，没多少涟漪，没太深感伤，却无声无息淹没了心灵。或许只有失去了才会懂得珍惜。当绯红褪去，天边火烧，金黄浮现时，克莱恩已经做出了选择。他起床去公共盥洗室洗了把脸，让自己变得精神，然后拿上一苏勒的纸币，去温蒂太太那里用9便士买了8磅黑麦面包，补充昨晚吃完的主食。面包的价格开始稳定了。早餐之后，班森一边换衣服，一边发表了评价。今天是周日，他和梅丽莎终于获得了休息的机会。早就一身正装的克莱恩坐在椅子上，翻看着昨天带回的过期报纸，颇感意外的说道：这里有房屋出租的广告，北区文德尔街3号，独栋房屋，一共2层，楼上6个房间，3个盥洗室，2个大阳台，楼下1个餐厅，1个客厅，1个厨房，2个盥洗室，2间客房，以及1个地下储藏室。在房屋之外，前方有2公亩的私有草坪，后面是一个小花园，可出租1年、2年或者3年，每周租金1磅6苏勒，有意者请至香槟街16号。找古雪夫先生，这是我们将来的目标。班森戴好黑色半高礼帽，微笑着说道，报纸上的房屋租金都偏高，
廷根市改善住房公司有更便宜而且不比他们差多少的选择，为什么不去找廷根劳工阶层住房改善协会？梅丽莎手拿那顶破旧纱帽，换了条缝补过几次却依旧是最拿得出手的灰白色轻便长裙，从隔间里面走了出来。她沉静内敛，却难掩青春的气息。班森哈哈笑道：“你是从谁那里听说廷根劳工阶层住房改善协会的？詹妮，罗切尔太太，还是说你的好朋友赛琳娜？”梅丽莎看了眼旁边，小声回答道：“罗切尔太太，昨晚洗漱的时候，刚好遇上她。她问克莱恩面试的情况，我大概说了一些，然后他就建议找廷根劳工阶层住房改善协会。”班森见克莱恩也是一脸疑惑，含笑摇头道：“这是针对平民啊，准确描述是下层民众的住房协会。他们修建和改造的房屋基本都是公用盥洗室类型，只提供3种选择：一居室、2居室和3居室。你们希望继续住在类似的地方？廷根市改善住房公司和他们有相同的业务，但也给中下阶层提供了选择的机会。坦白的讲，我们现在比中下阶层好一点，但比真正的中产又要差一些。不是薪税的问题，主要在于缺乏积累的时间。”克莱恩明白过来，收起报纸，拿上礼帽，站起身道：“那我们出发吧。我记得廷根市改善住房公司就在水仙花街。”班森边开门边说道：“他们和廷根劳工阶层住房改善协会一样，叫5%的慈善，知道是因为什么吗？”不知道。克莱恩提起手杖，走在梅丽莎侧方，而黑发柔顺、披着背心的女孩也跟着点了下头。班森往外迈步道：“这种改善住房的协会和公司都是受贝克兰德那边的影响成立的，他们的资金有3种渠道：一是向慈善基金募集，二是通过申报，从政府公共事务贷款专员那里拿到年息仅有 4% 的优质贷款，三是接受商业性投资，通过收取一定房租，每年给予对方 5% 的回报，所以叫 5% 的慈善。”噔噔噔，兄妹3人下了楼梯，缓步走向水仙花街。他们打算确定了房屋才去找现任房东弗兰奇先生，免得出现那边还没法入住，这里又不得不搬离的情况。我听赛琳娜讲，还有那种纯粹的慈善性改善住房公司。梅丽莎仿佛在思考般说道。班森呵呵笑道：“有的，德维尔爵士捐款成立的德维尔信托公司就是。他修建针对劳工阶层的公寓，并提供专门的物业管理，却只收取相当低廉的房租。然而要求非常严格，听起来你不是太喜欢？”克莱恩敏锐察觉，含笑反问：“不，我很尊敬德维尔爵士，但我想他肯定不知道真正平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公寓的入住要求就像牧师给予的希望，太不符合实际了。比如，必须接种主要的疫苗，必须轮流打扫盥洗室，不能将房屋转租或用于商业，不能乱扔垃圾，不能让孩子们在楼道里玩耍。女神啊，他希望把每个人都变成绅士和淑女吗？”班森用他惯常的口吻回答。克莱恩疑惑皱眉道：“听起来没有任何问题，都是很好的要求。”梅丽莎附和点头。班森侧过脑袋看了他们一眼，呵呵笑道：“也许是我把你们保护的太好了，没真正见识过平民的生活。你们觉得他们有钱去接种主要的疫苗，免费的慈善医疗组织排队能排到3个月以后？你们觉得他们的工作稳定，不是临时性的？如果不能将房屋分摊出租，收取一定费用，遇到失业的时候再重新搬出去。而且很多女士在家里帮人缝补衣物和糊制火柴盒以维持生计，这属于商业应用，难道要把他们都赶出去？大多数平民都在用尽一切精力去维持生活，你们觉得他们会有空闲去管教孩子，让他们不要在楼道玩耍？大概只能把他们锁在屋里吧，等到7、8岁就送去愿意接受童工的地方。班森没用多少形容词的描述着，听得克莱恩略有点毛骨悚然。这就是底层民众的生活。他的旁边梅丽莎也陷入了沉默，良久之后才语气飘渺的说道：“搬去下街以后，詹妮就不愿意再让我去他家里找他了，希望他的父亲能从伤势的阴影里走出来，重新找到稳定的工作吧。不过我见过太多从此用酒精麻痹自己的醉鬼。”班森语气沉重的嗤笑了一声。克莱恩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梅丽莎仿佛也处于同样的状态。兄妹3人在屋檐里走到了水仙花街，找到了廷根市改善住房公司。负责接待他们的是位笑容和蔼的中年，没穿正装，没戴帽子，白衬衣，黑马甲。“你们可以称呼我斯卡特，不知道几位需要什么样的房屋？”他瞄了眼克莱恩相迎的手杖，笑得愈发和煦。
克莱恩看了看擅长口才的班森，示意由他来回答。班森非常直接的开口了。联排的房屋，斯卡特翻了翻手中的文件和档案，嘴角上翘道：目前还未出租的有5处，老实说，我们更多是针对真正住房困难，6个、8个，甚至10个、12个挤在一个房间里的劳工和他们的孩子。联排的房屋并不多，1处就在水仙花街2号，1处在北区，1处在东区，每周租金12到16苏勒不等。你们可以看看具体的介绍。他将手中的文档推给了班森、克莱恩和梅丽莎。浏览了一遍，兄妹3人对视一眼，同时指了指纸张上的某个位置。我们先看水仙花街2号的，班森开口说道。克莱恩和梅丽莎跟随点头，这附近勉强算是他们熟悉的区域。